界。知名女星为合约情侣抛弃多年男友，他们这么一整，舆情不得爆炸呀！老大，那是不是得找点措施啊？也不是，不是，你又用手表倒转时间了。你知道你现在身体情况很严重，你再这样只能住院观察。你也不想被关在医院里看不到他，是吧？别再用了，真的别再用了，不管什么情况都别再用了。他不会死，你会死啊！马上去那家钟表店，按图纸修好。不是，你还这样，你按图纸修好。今天晚上发布会同一时间，我会直播连线狗仔，让珊珊来找我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会说出一些什么。青哥怎么还没到啊？发布会马上开始了。哎嘿，他没找你吧？你在想什么？怎么这么心不在焉的？发布会马上开始了，投资方和男主怎么还不来啊？是啊，为什么还不来啊？该不会是我那天对金哥说的话伤到他心了？应该不会，金哥应该不会这么小心眼。哎，男主呢？还没来呢，导演。还没来。导演，男主那边临时有事不来了，咱发布会不来也得开，大不了沈总带你入场。沈总也不来啊？什么？我来了。欢迎大家来到向你而来的发布会现场。都说煽情夫妇是从电影走向现实，那么今天二位也携手来到了我们的发布会现场，有请二位。我想问一下珊珊小姐，您真的像网友们所说的那样，是因为看剧本不断入情至深，所以爱上了我们的沈总吗？确实，我们的剧本写得感人至极。我和沈总是真情实感，与工作无关。好的，那我们在场的各位再次给珊珊和沈总送上祝福，掌声越热烈，祝福越多哦。我是许静白。珊珊，你真的是为了追求沈总，抛弃了相爱10年的许金白吗？可他为了追求沈家清，抛弃了我，抛弃了我们10年的生活回忆，抛弃了我们一起度过的青春。别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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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真的抛弃了他？别拍了，不好意思，你为了什么抛弃了他？珊珊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不要离开我。请你回答一下，你是不是为了不要再拍了？别拍了！不准！你珊珊，你好，回答一下，回答一下吧，回答一下吧，别拍了！回答一下，老大，请您回答一下，如果是经理，我必须要自己面对。但绝不是这种方式。不能再用了。爆掉了！一边倒的磕你俩，炒情侣果然有用。好像也不是一边倒。
沈佳清，沈佳清，金哥他怎么了？他今天晚上要开播。珊珊，你先别急。他晚上要开直播，他爆料我出轨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联系你了？你知道？我以为他只是赌气。徐静白，你。我就知道，你还是会来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10年的感情，为什么突然之间不明所以就结束了？这1、2个月，对，我是消失了，但你明明知道我经历了一些什么。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也没有牵累你吧。我用10年的不平等条约去帮你，我甚至愿意去参加那种综艺首秀，去哄你。要不然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你消失1、2个月，你回来哄哄我就没有问题的。我要的是并肩，我要的是信任。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小女孩了，徐静白。你用这种方式来强求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对，我就是在强求。那除了这个方法，你告诉我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只是想要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10年，我把你当花一样去保护起来，不敢让风吹到，不敢让雨淋湿，所有一切我都围绕着你去进行。你知道那个张总手段有多少吗？平常你看见他，他是一个笑嘻嘻的矮胖子，我看见的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。我跟这种恶魔去谈交易，我想让你离开。我之前对你有心疼，有愧疚，可是我现在，我觉得很可悲。我承认，这10年来你把我保护得很好，所以我才是现在这个光鲜亮丽、不学无术的大明星。我很开心。我是既得利益者，我没有什么资格来指责你。可是这是爱吗10年，10年的感情，我们这一路不就是这么走来的吗？这难道不叫爱吗？你忘了吗？是。这10年，你因为我生病，你放弃艺考。你在我每个生日给我的惊喜，你为了我，跟公司吵了无数次的架，我全部都记得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可是许金白，这一切已经过去了。我不想再做以前那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小孩，我也想做一个有力量、有能力可以保护自己爱的人。如果2个人相爱不相伴，没有同甘共苦，没有信任，这就不是合适的人，这就不是爱。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险恶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想试一试。你还记得吗？
曾经有一年，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本子，我特别想上。你给我找了很多办法，也托了很多关系，可是最后，我还是没争取上。可是如果现在的我不会再这样了。我会好好的研究剧本，好好的研究角色，看清我的能力所在。如果要是没有争取上，我就做好准备，我迎接下一次的机会。这就是现在的我。我觉得你可能不会相信，我不再是那钻着牛角尖、追着你屁股要糖吃、耍无赖的小女孩。你也不要了，好吗？你见金哥了吗？他怎么说？最后要怎么做随他吧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一定要闹成这样吗？我没闹。其实一开始他提分手的时候，我真的很难适应。我不愿意相信他真的要离开我。可是这段时间，我想了很多。我们彼此是真心爱过的，这是事实。可是我们的爱都太自私了，我们都更爱自己。可是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时间久，不代表就是适合的，有可能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改变呢。真正的爱，是看着对方快乐，比自己更快乐。看到对方快乐，比自己更快乐。例如，你明白的，你明明比我更爱他。我们那是革命战士友谊，是好朋友。我也有你这样的好朋友。不会是那个沈佳欣吧？那你们现在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情侣？还是你单相思？我们就是合约情侣，但是我肯定不是单相思。恋老美酒，我就想再试试嘛。我跟你保证，我这一次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。那你也得先有工作才行啊。要不我先跟片方商量，把今晚发布会取消。哎，别啊！可是金哥现在状态实在太不稳定了。如果要是这一次金哥执意要这么做的话，我愿意面对。哎，他没惹你吧？别紧张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男主又没到吗？还没到呢，导演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说又呢？导演，男主那边临时有事不来了，咱发布会不来也得开啊，大不了让沈总带着女主上场。沈总也不来了。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来迟了。我的女主还是得由我亲自牵进场吧。合作顺利，顺利。沈佳清呢？
今天一天辛苦了。珊珊，祝贺你。谢谢。我还想再跟你道一个歉，对不起了，上午有很多话，我都是故意说给你听的。在你来找我之前，沈嘉欣找我说了很多。你口口声声说爱他，但是现在伤害他最多的人是你呀。我跟珊珊2个人的事情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我只是在告诉你客观的事实和可以预见的未来。没有人会在乎黑料和绯闻的真实性。以后所有人看到珊珊之后，就会告诉他：“哎，你有黑历史，你有污点。”慢慢的，他就会淡出荧幕，失去工作，失去阳光，失去自信。你把他关在这个房间里，像小金丝雀一样养起来。每天你下班回来，他就只能围着你转，没有自己的生活，只有你。这就是你想要的尹珊珊，被你圈养起来的尹珊珊。他本来就不喜欢演戏，如果他需要事业，我可以一点一点帮他补回来，我可以养他一辈子。但如果有一天你不愿意了呢？根本不可能，我已经陪了他10年，我不再介意陪他下半辈子。你才认识他几天，轮到你在这里指指点点吗？我比你要了解他，要了解的多。了解。你这么了解他，你没发现他已经改变了吗？不再是想当你的小金丝雀了。他这么拼命的去争取向你而来这个项目，就只是想证明他自己，他是有价值的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我跟你打个赌吧，以前的他遇到困难一定会躲起来，这次的他一定不会。小心沈之和，如果这个赌你赢了的话，让这个人永远远离珊珊。谢谢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沈嘉欣这个人还行。电话已关 ，sorry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，sorry。怎么样？有沈嘉欣的消息了吗？正常开机。放心吧，投资款肯定按时。老板，这样。到位了。医生一会儿过来检查。开机仪式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好，辛苦啊。老板，你是投资人，又不是剧组大管家，真不用这么细。选了个良辰吉日，早上8点8分。主创老师，我们来拍张照。走吧。
沈佳欣还是没有跟你联系吗？嗯，别担心，毕竟项目刚开启，忙很正常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真以为你把他当赌注了，赢了就跑。他从来不是赌注，他只属于他自己。你们俩说什么呢？说你今天妆造很美 ，C 位女主，要不要站中间啊？我站哪里，哪里就是 C 位。好，大家看这里，3、2、1，开机大吉！开机大吉！你的阳光，就是摄取其他人的养分为代价。这个词不够生活化吧？导演，我觉得我们有的词好像不是特别口语化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说呢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口语特别好，只要能表达你的内心。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我们聊一下这个戏吧。好嘞，方方面面准备，各部门准备，咔咔一咔咔啊！文姐，刚才导演跟我说，有一些不太口语化的词，我们都可以换成我们自己想说的那种话去表达出来。你那么善良，你的快乐就是吸取别人的养分为代价的。我要是拥有你所拥有的，我也能得到阳光，我也能充满快乐。把这些都给我。我这样演，你觉得行吗？行，特别好。我配合你。行，那一会儿开拍，你站在那边行不行？这里吗？他站这，站这。导演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各部门准备，咔咔一咔咔啊！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的快乐，就是吸取别人的养分为代价吗？我要是拥有你所拥有的，我也能充满阳光。小心啊！快，帮帮手！快点救护车！沈佳欣，你的腿！别动，别动！快打120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我腿！让一下！啊，医生，我腿！珊珊，可是戏还没拍完呢。给我补妆吧。剧组高台倒塌，一定是人为的。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挨个排查一下。哎，行。沈之赫不会善罢甘休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能不能先照顾好你自己身体啊？你要是再进医院，我都能出本书了，叫我那病娇又多情的总裁。我多情吗？
咱那帅气又多金的老板。行了，还行吧，这个。离死远着呢。那我就先去排查了，你好好休息啊，别乱跑啊。我跑得了吗？都被我骗了吗？不跑这鬼日，我腿压根就没事。咔！那个电话亭是不是动了？没有啊。没动吗？没有啊。来，对不起来，我们再来一遍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咔！电话亭还没动吗？没有啊。没动。没有啊。演员老师非常好啊，保持状态。盐水给我来。来，预备，来，开机，预备，开始。咔！声音你是不是摇了刚才？没有，电话亭怎么出话了？哎呦，这种戏啊，他就得玩真的。真的得错位，真的得错位。哎呀，真错位啊！这种亲密戏拍的真好。珊珊故意花好多时间研究这场吻戏呢。沈培，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来，借过一下啊。我觉得不如就让女主的人设可以变得直接一点，他就直接说：“沈培，我喜欢你。”借过。小心！这现场没人管啊。他是在动吗？咱找个安静点的地方走走戏吧。我感觉最近拍戏的时候一直被打扰，怪怪的。好，要不我们还是明天排练吧。我要去给沈佳清送鸡汤了，我给他炖了个鸡汤，8个小时刚刚好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金哥。我学会炖汤了。先生，买内衣吗？啊，买。那请问你这边是日常需求呢，还是什么另外一种需求？眼色，这怎么可能是日常需求啊？这不正常，绝对不正常。啊，懂。您看看这款。不对，太不对。这款式。No！ 哦，懂，你是想给爱人来点惊喜是吧？对，必须是惊喜。大鱼，把店里面那些剧名的夸张话全都给他。那你看看这款的。就它了。哎，先生，不可以有，我们这个模特是不卖的。顾客至上，先生，这模特实在想要的话，也是可以卖给您的。我不要模特。不好意思啊。你不要模特，你买什么内衣啊你？是。哎，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老气了？哪个年轻女孩喜欢这样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之前给你挑礼物，林如都夸我眼光好啊，她肯定喜欢这个。那也没有这么，
了。